家人们、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蛙哥。目前 Skibidi 马桶人更新到了第76集，来自外太空的强大敌人已经入侵地球，并且对联盟和马桶阵营开始降维打击。目前太空舰队拥有高科技和最强武器，无论是联盟还是马桶阵营都不是对手，唯有联合起来才有一线生机。在第74集之前，虽然这些太空飞碟也和联盟或者是马桶阵营发生过一些冲突，但是在第74集开始，太空舰队正式对联盟和马桶阵营宣战，所以从第74集开始后的剧情性质就发生变化。之前是地球内部之间种族的战争，第74集之后可以说是反击外星人入侵的地球保卫战。由于太空敌人太过强大，从第75集我们就看到一部分联盟成员和一部分马桶阵营的成员，他们已经走向联合，一起来对抗太空敌人。在最新的第76集，联盟和马桶阵营的合作更加的紧密，比如这个体型巨大的马桶装甲车，上面就配备了很多监控人特工，这种变种马桶和监控人的组合体应运而生。比如在第75集看到的监控人指挥官和他的马桶坐骑，再比如黄袖哥和女武神在未来也会一起联手合作，和太空敌人进行战斗。但是有一点非常奇怪，目前的2集里，我们只看到了监控人和马桶阵营合作，音响人和电视人并没有出现。这2个种族会不会选择和马桶阵营合作，还是一个未知数。尤其是电视人种族对 G-Man 的意见非常大，而且电视人种族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族群，在之后的剧情变数还是挺大的，就看 Boom 如何安排剧情的发展。毫无疑问，现在的太空舰队是最强大的存在。其实在之前的剧情中就埋下了很多伏笔，比如 Astro 飞碟突然出现，撕碎了 DJ 马桶，并且和3大泰坦进行了短暂的交手，并且在临走前非常嚣张地说道：你们所有人都得死。他并没有大言不惭吓唬这些联盟的泰坦，而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他为何如此自信，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阵营非常强大，联盟和马桶阵营根本就不是对手，并且神秘特工在无双战神的脑海中也说到了这件事。他们之后将要面对的真正敌人是来自外太空的敌人，这些来自太空的敌人拥有毁灭地球的实力，非常的危险。但是在第74集剧情之前，联盟的3大种族对于这个未知的强大敌人一无所知。无双战神在马桶基地的实验室发现了马桶科学家和 Astro 飞碟的合作协议，也许马桶科学家知道一些关于太空敌人的事情，但是在之后的战斗中，马桶科学家连投降的机会都没有，就被联盟给干掉。并且我们在第74集中也得知 G-Man 曾经也是太空阵营的成员，所以 G-Man 是知道太空阵营的一些情报和秘密。他早就知道了太空敌人会入侵地球。在和泰坦战斗的过程中， G-Man 曾多次表达了自己想要停战的意愿，他说自己很重要，联盟需要他。然而联盟的3大泰坦根本就不听他解释，就是要往死里干他，根本就不给他投降的机会。在之后他们也为自己的傲慢和冲动付出了代价。太空舰队突然对联盟发起攻击，联盟损失相当惨重。如果之前能够和 G-Man 友好协商，联盟得到了太空敌人的情报，早一点做准备，虽然会有所损失，但绝对不会这么大。再来说一下 G-Man 的身份，剧情已经告诉我们了，是太空阵营的一员，根本就不属于地球。并且从 G-Man 的头部我们可以得知，他在太空阵营的地位等级也不会太低，绝对不是普通级别的人员。他之所以来到地球，是因为和太空阵营产生了矛盾和分歧，最终逃到了地球，投靠了马桶科学家。所以 Astro 飞碟说 G-Man 犯了叛国罪，背叛了他们，要干掉 G-Man 这个叛徒。但最终的结果是 Astro 飞碟竟然被 G-Man 给打败了。如果不是主宰者突然出现救走了 Astro 飞碟， G-Man 完全可以摧毁 Astro 飞碟，从中也进一步证明了 G-Man 作为太空阵营的一员是非常了解自己的种族，知道太空种族的弱点和如何去打败他们。所以我推测在未来的剧情走向里，想要打败强大的太空种族， G-Man 将会起到关键性作用。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第60集发生的事情，当时飞碟马桶和 G-Man 进行了一次吵架，我们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但是从表情来看，他们起了争执。最后 Astro 飞碟突然出手，想要干掉 G-Man， 当时我们猜测可能是 G-Man 打了败仗，引起了他们的不满。从现在的剧情来看，当时猜测错了，他们之所以要对 G-Man 出手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因为 G-Man 背叛了太空种族，而他们2个是来清理门户的。在他们看来 G-Man 是叛徒，必须要干掉他，但是他们都被马桶科学家给骗了。这个 G-Man 根本就不是真正的 G-Man， 而是马桶科学家克隆出来的机器 G-Man， 里面有一个小型马桶人控制着。马桶科学家也及时出手，救下了这个机器 G-Man。2个太空阵营的成员暴露了他们的目的，最后和马桶科学家彻底分裂。他们2个也是放下了狠话，大概的意思是：你们都给我守着瞧，我还会再回来的。然后就飞走了。其实从一开始，这2个太空种族的成员是第一批到达地球的太空飞碟。此时的 G-Man 已经投靠了马桶科学家，并且马桶科学家非常信任 G-Man， 让他当指挥官。在 G-Man 的带领下，和联盟进行了很多
多次的战斗。两个太空飞碟刚来到这里，想要直接对 G-Man 动手，不太明智，所以就选择了和马桶科学家暂时合作。目的有两个：其一是探查马桶阵营和联盟的情报，为以后太空种族入侵地球做准备工作；其二是寻找干掉 G-Man 的机会。在第60集，他们出手想要干掉 G-Man， 结果失败，暴露了目的后，他们就只能暂时选择离开了。此时的太空舰队应该还在来地球的路上。这两个 S 飞碟可以说是太空舰队早期的代表人物。在第55集中，太空飞碟配合马桶阵营进行过一次战斗，摧毁联盟的运输机，吸引泰坦监控人的注意，结果导致联盟的反寄生坦克被毁。这个反寄生坦克非常重要，大量的人员护送，并且还安排了泰坦监控人来保护，目的就是要利用反寄生坦克来营救当时被寄生感染的泰坦音响人。反寄生坦克被毁，太空飞碟功不可没。其实站在太空阵营的立场，我们也能想到，他们是非常不希望联盟和马桶阵营走向合作的，双方互相打斗，两败俱伤才好。所以太空飞碟早期和马桶科学家合作，一起来对抗联盟，也是不错的选择。但太空阵营最终的目的是要把双方都摧毁，当然还有叛徒 G-Man。G-Man 想要活下去，肯定是会选择和联盟合作的。当初泰坦拒绝合作，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太空舰队的强大。在第74集中，他们遭遇到了太空舰队的打击后，肯定会意识到敌人的强大，那么选择和 G-Man 进行合作，一起联手对抗太空敌人，也就顺理成章了。之前太空阵营只有2个 S 飞碟马桶，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盘点他们的战斗力。现在情况不一样，越来越多的太空阵营成员登场，目前太空舰队成员的种类也是非常多。我们先来看一下都有谁。首先是早期的2个 S 飞碟马桶，他们的实力在太空阵营里并不是很强大，逃跑过程中的 G-Man 都能够打败他们，应该是类似于联盟里面的精英干部成员，但是要比联盟的精英干部强大很多。在早期的主要作用是负责收集联盟和马桶阵营的情报。当联盟和马桶阵营战斗的时候，他们会躲在远处进行观察，为他们之后攻打联盟和马桶阵营收集情报做准备工作。接着在第72集中 ，S 飞碟找到了 G-Man， 由于 G-Man 犯下了叛国罪， S 飞碟想要铲除掉这个叛徒，于是就和 G-Man 进行了一场战斗。遗憾的是，最终被 G-Man 打败。在快要被摧毁的时候，太空主宰者及时登场。我们看一下他登场后都做了些什么。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盾牌，我严重的怀疑，目前联盟和马桶阵营的各种攻击手段都无法突破这个能量盾牌，而且他的右手臂攻击方式也很特别，是发射红色能力球体。G-Man 的盾牌直接被击破，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反抗之力。如果此时的太空主宰者和 G-Man 进行战斗，我估计3个回合就能把此时的 G-Man 给打败。其实当时太空主宰者还想继续和 G-Man 对战，然而联盟的泰坦赶过来，而且目前 S 飞碟受伤相当严重，他也是考虑再三，选择了暂时撤退。注意看，泰坦影响人命中了泰坦主宰者以后没有任何作用，就如同挠痒痒一样，并且更夸张的是，太空主宰者发射能量球，虽然被泰坦影响人给闪躲掉，但是能量球爆炸的余波竟然把泰坦影响人给震飞了出去。太空阵营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移动速度非常快，这是联盟和马桶阵营目前所不具备的科技。而且我严重的怀疑，太空阵营的实力等级和他们的头盔样式有很大关系。比如这个主宰者的头盔是3个凸起的尖角，稍后我会推测他在太空阵营的实力排在第几位。接着在第74集中，太空阵营全体出动，对联盟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这次太空阵营的成员几乎全体亮相，首先是天上飞着的这个叫做 S 母舰，身体承载了很多小型飞碟，类似于地球上的航空母舰。这个是 S 战斗机，拥有非常多的机翼，飞行速度如同闪电一样快速。在第75集剧情中，我们再次看到了他们登场。这次出现了2个 S 战斗机，虽然他们的机型一样，但是驾驶员却不一样。这说明每一个 S 战斗机都需要一名独一无二的驾驶员来操作。下面的一群变种马桶被瞬间就消灭掉了，属于联盟大监控人那种级别的角色。当然，他的实力要比联盟的大监控人、大音响人更加强大，可能10个大监控人加在一起的战斗力才能够比得上一个 S 战斗机。接下来登场的将会是太空阵营的精英干部，他们的登场方式非常具有压迫感。我估计现在很多人还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吧。稍后我不仅会告诉他们各自的名字，还会讨论他们的地位和战斗力。我们先来看一下。首先是这个大家熟悉的角色飞碟马桶，从他的头盔来看，拥有好几条杠，体型不是很大，实力也不是太高，但是在太空阵营的地位应该不低，并且他对于联盟的攻击手段都非常清楚，所以在和他们交手的时候能够非常轻松的应对。当电视人发动屏幕攻击时，他就马上戴上了眼镜，而且他根本就不想真的和联盟战斗，而是戏耍和嘲弄了联盟一番，最后在嘲笑声中飞走了。这个家伙的定位应该是情报人员，负责收集情报和侦察地形。在第55集中看到过他战斗外，他几乎很少主动参与战斗。接着登场这个和 S 战斗机很像，因为他们的机翼都是 X 形状，但是要比 S 战斗机火力更猛，携带了大量激光炮和武器。注意看，它是没有核心反应堆的，而是一个高速旋转的动力装置。它真正的名字叫做 S 拦截器，并且目前登场2架 S 拦截器。在第76集一开始，其中的1架 S 拦截器就展示了它的强大的实力，数量众多的大型变种马桶作战单位火力全开，和它进行对轰都不
不是对手，最后被熔酸自爆筒进行偷袭，才把他击落在地。但是大量的激光炮命中他的头部，很可能都没有把他彻底摧毁。无论是战斗力还是防御力，都非常的强悍。而比他更加强悍的是后面的这个太空单位，目前总共登场了4架。在第74集，由于离得太远，我们看不清他们的具体样子。在第76集中，他进行了一场战斗。当阿索尔拦截器被击落后，他赶过来支援，瞬间就摧毁了这些大型变种马桶。从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个太空单位的战斗力要比阿索尔拦截器更加强大，并且它是拥有核心反应堆的，配备了大量的激光武器。其实通过他们之间的对比，我们一目了然就能得出结论来：阿索尔拦截器的实力要弱上一点。那么这个全副武装、戴着面具的家伙到底叫什么呢？被称为太空毁灭者。目前登场的太空毁灭者拥有4个，很难想象联盟将会如何应对。当然，无论是太空毁灭者还是阿索拦截器，只能算作太空阵营精英级别的作战单位。亮相的还有2艘阿索航母，这2艘阿索航母的体型巨大，战斗力要比太空毁灭者和阿索拦截器更强大。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也是有依据的。我们注意看它的样子，首先是头盔拥有好几道杠，并且在头部后面有圆圈一样的装饰物，这些都代表它在太空阵营的地位非常高，实力绝对能够排进前3了。目前太空阵营登场了2艘阿索航母，在第75集中，我们看到了阿索航母的一部分作战方式，不仅拥有防御性的能量盾牌，还承载了很多小型战斗机。这些小型战斗机的样子很像 Assault 战斗机，很可能本来就是。那么 Assault 航母的综合作战实力也就毋庸置疑了。目前太空阵营最为强大的存在，战斗力排在第1位的是这个大家伙，大家肯定都没有任何分歧。它是作为压轴最后一个登场，并且登场的方式非常独特，都引起了空间震鸣。体型感觉是联盟泰坦的4-5倍大小，它的背后也有一个圆形物体，头盔的条纹更粗大，头部两侧的这2个类似于导弹的东西，应该是它的秘密武器。到目前为止，依旧没有看到它出手，但可以想象得到，当它出手的时候，绝对是碾压式的，绝对是毁灭性的，绝对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把它的战斗力排在第1。名副其实，它被称为 Assault 母船，是目前太空舰队最为强大的存在。在第75集的剧情更加有意思，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太空单位，他发现了藏在工厂内部的联盟成员，于是就攻打了进来，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联盟的普通监控人和大监控人都被他摧毁掉，黄袖哥都差点死在他手上。最后在联盟精英干部和马桶精英的联手围攻下，才彻底的摧毁了这个太空单位。更加有趣的是，太空主宰者也赶到了这里，当他看到这一幕时，竟然叫他 baby， 并且表情非常的伤心难过。由于主宰者叫他 baby， 于是就有人猜测这个死去的太空单位是主宰者的宠物。你这也太搞笑了吧！我们来对比一下他们的样子，你就会发现，除了有很细微的区别外，这个死去的太空单位简直就是缩小版的太空主宰者。大哥呀，这很明显是太空主宰者的孩子呀，叫自己的孩子 baby 没有任何问题啊。baby 也就是宝贝儿的意思。如果你非要执意说他是主宰者的宠物，那我就用一句话回对你：你家宠物和你长得一模一样呀。我就问大家，是不是这个道理？他是太空主宰者的孩子，是毋庸置疑的事情，根本就不需要讨论。还有一件非常搞笑的事情，当这个小主宰者死后，头盔破裂后露出了一个大耳朵，于是就有人说他是猫，还有人说他是狗，更有甚者，竟然说他是一头猪。你家猪这么厉害啊？莫非是成精了不成？再者说，他们都是来自外太空的敌人，说到底是外星人嘛，并不是地球的产物。外星人长个大耳朵很奇怪吗？当然，有人在玩 GOMD 模拟器时找到了小主宰者的模型，于是就层层剥掉它的外皮，最后露出了一个狗头。但是我们看的是 Skip 代剧情，和 GMOD 模拟器并没有任何关系，模拟器里的只是模组而已。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太空主宰者和小主宰者全部都是太空舰队里的战宠。如果真的是一条狗，那也是一条训练有素的外星狗。试想一下，小主宰者的实力都如此强大，那大主宰者的战斗力将会更加的恐怖。之前简简单单的出手就对 G-Man 和泰坦影响人，形成了碾压式的压迫感，把它排在第3位绝对够格。由于它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可能比 Assault 航母都要强大，战斗力也有可能排在太空阵营的第2位。非常有趣的是，在最新的第76集中出现了很多的故障马桶，其实说白了就是量产单位，太空阵营的普通杂兵。但是要消灭一个故障马桶，只有一个大监控人是做不到的，需要大家一起联手才可以。当把故障马桶摧毁后，我们发现他的额头上有神秘符号，并且在脸部侧面还有类似于囚犯的烙印。再结合之前的故障马桶本来就是马桶阵营的成员，我们得出了一个猜测，这些故障马桶很可能被太空阵营给控制。额头上的神秘符号就是太空阵营控制他们的手段，而脸部侧面的烙印也说明了太空阵营只是把他们当作炮灰和冲锋陷阵的大头兵。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太空阵营拥有一种控制敌人的手段，就如同当初马桶阵营的寄生虫一样，被寄生虫控制的联盟成员就成为了马桶阵营的
柜子上。通过这个神秘符号，马桶阵营的一些变种马桶非常有可能就会被太空舰队所控制。在第76集的最后，还出现了一个携带了核心反应堆的变种单位，升级版大监控人的防御盾牌都能被轰破，最后还是蜘蛛监控赶来解决掉了这些敌人。可以预见的是，未来联盟和马桶阵营的形势依旧非常严峻，他们还是会在撤退和躲藏的过程中被迫进行反击。由于 G-Man 曾经是太空阵营的成员，肯定知道太空舰队的弱点和如何去对付他们，所以未来想要战胜或者对太空舰队进行反击，无论是 G-Man 在撤退过程中肩膀上的马桶科学家，还是那些数量众多的集装箱，又或者是在秘密基地发现的 G-Man 升级图纸，都说明了 G-Man 未来还会进行一次强大的升级改造来对抗太空舰队。未来的剧情 G-Man 将是非常关键性的人物，并且电视人种族一直在收集太空阵营遗留下来的武器，想要进行研究，从中提高自身的科技水平。电视人种族是非常聪明的，未来的剧情中，他们可能将会研究出强大的武器来对抗太空舰队。接下来，对于目前太空舰队的成员，我将会做出一个战斗力排行榜。当然，未来有可能会登场新的太空敌人，到时候再说。就目前而言，故障马桶是普通杂兵，也是战斗力最低级别的，其次是这个新变种。这个飞碟马桶的优势是速度快，负责收集情报和探查地形，战斗力肯定也不是很高。再下来就是 Astro 飞碟，它和小主宰者的实力应该不相上下。接着就是这些 Astro 战斗机了，它们的数量众多，实力还算不错。Astro 拦截器的战斗力更强一点，当然数量也不是很多。太空毁灭者的数量也不是很多，目前的战斗力排在第4位，排在第2、第3位的分别是太空主宰者和 Astro 航母。具体谁第2谁第3还是有很多分歧的。大家觉得太空主宰者和 Astro 航母谁更厉害呢？战斗力排在第1的是 Astro母船，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联盟的所有泰坦加在一起，目前都不是他的对手。在未来的剧情里，非常有可能联盟所有的泰坦，再加上升级版 G-Man， 才能够勉强和 Astro 母船进行战斗。让我们期待这一刻的到来吧。当然，有一些猜测和理论，肯定也会有一部分观众有其他的观点和看法，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看法，让我们一起讨论，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写文案用了半天时间，做视频用了半天时间，说不累那是假的。如果大家对这期视频还算满意，那就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吧，这对我真的很重要。真诚的感谢每一个衣食父母的支持，没有大家的订阅和点赞支持，我也许早就停更了。真的非常感谢大家。